寒冰贴来了解一下，寒冰贴叫高冰葫芦，叫307，看一下啊。文兄，这就是泰南小会，泰南山谷的活动呢要持续3天，咱们运气好，正好赶上开市。公到了，20块。来看一下。倒有。来，百年铁剑蛇哎，非我九牛二虎之一呀。寒冰贴喽，最后的寒冰贴，只要20块零食。来，莲花，要不要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小哥哥，来看看我们的宝贝。高冰葫芦，高冰葫芦只要300。这些都是寻常货物，没什么用。这还寻常？道友，看看葫芦吧。这些是要来零食化的，你有吗？再说了，价格可不公道。零食是修仙界的通用货币。走吧，韩兄。这灵石啊，顾名思义就是充满灵气的矿石。好的灵石呢，通体透亮，能直接当照明法器使用。已经很公道了。我的这块虽然次了点，但是用作给法阵充能，或者是用作武斗后修复灵力，那也是够格的。1到13层是长春宫的全本。来不？给钱。多少9块零食。 ？9块零食，太多了。哎，炼气机10层，知道的厉害了吧？还不开副零食？小妹妹，这本功法呢，我确实想要，但是9块零食太多了，能不能便宜点？你想多少？2块。嗯。大哥、二哥、3姐、4哥，你们快来！快来呀！正来。咱是偷看他功法，还不给零食，我买9块，他只肯给2块。这什么强盗逻辑啊？咋知道？你咋知道我们修仙之前做过强盗的？你咋知道的？啊，俺不都强盗很多年了。你咋知道的？你就说你是咋知道的？各位，我说的这个2的意思啊，是用2颗固本培元的丹药换1本功法，如何？书给我。站住，不许动！丹药都给你们了，还要干嘛？你这个药丸儿给多了。哎，对，这边长春沟给你了。这个10倍的储物袋也就当俺送给你了。送给你了。蒙山无忧。哎，对，小义气。讲义气，讲义气，告辞。你莫失送，不送。看来这丹药比灵石还好使，幸好离开神手谷的时候多带了些。如今我也是有储物袋的人了，再也不用带一堆大包小裹的了。你这法宝残片不是5块阶零食，卖给我如何？不行，再怎么说也是结丹修士的法宝残片。说了这么半天，你这法宝残片到底有什么作用？有的，你们看，用这个法宝残片隐藏我的小绿瓶还不错。虽说是法宝残片，但你这残片也太小了。这样吧，看在你人长得不错的份上，我出1颗固本培元的丹药。
哎，陆少，你这又占人便宜了。我出6块零食，卖给我怎么样？我出7块，8块。行，8块零食成交。对不住啊，我瞎喊着玩的。我跟他瞎喊着玩的。况且姑娘，你这残片真值不了那么多钱。哼。哎，姑娘，别走啊！他们不要，我要啊！1块，我出1块零食。我要价可是7块零食，你们其他人还要出价吗？我看也不会再有其他人叫价了。还有吗？2瓶金水丹，换法宝残片。你不会也是乱喊的吧？成交。道友，这是何意啊？你好端端坏我交易，想走？可是，我用了合适的价钱，买到了适合的东西，这才是正常的公平交易吧？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公平。这里应该是你喜欢的地方，不会有人打扰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师父，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睡吧。老家伙，到死都不放过我。韩立徒弟，当你见到这封信，意味着老夫输了，你赢了，恭喜你。夺舍一事，实属无奈。时也，命也。老夫既已身死，便不谈谁对谁不对的大道理，徒增笑耳。至于你所中的魔影手之毒，为是给你留了些解药，足够压制数月了。但想要根治，只有用我家传的暖阳宝玉。韩烈。莫某一生行事，从不向人解释。成王败寇自有天定。然而我妻女与此事无关，相信你能做出自己的判断。你不是一直问我张铁去哪儿了吗？可惜这世间再无张铁了。我本不想杀他。可他知道了我的秘密，为师只得以他身躯炼制一具无魂无魄之魁，名为铁弩。此人魁心神尽灭，文灵则动，龙血欲灭，人魁可遇。梦里有梦的碎片，鲜血落在水中天，
此去经年，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，不如怀念。总说往事都如烟，二愣子该走了。女王，俺牛逼啊！俺爹跟牛叔借了3碗面给俺烙的。二愣子，要不你穿吧，你穿好看，你2件换着穿。时过境迁，世间魂魄，一曲终了。以后就叫你去混吧。回首已在山巅，遗忘了时间是昨天，是明天。沧海桑田不负从前，光阴也会磨灭世间所有的语言。唯有这思念跨越了千百年，在名为永恒的瞬间。莫大夫还真有不少秘籍，外面世道险恶，我得在离开神手谷之前，多学些法术傍身。长春宫，原来这便是那口诀的名字。怎么只有一半啊？隔空挪物，谓之控物术。天眼术，则是一种能够观察人体内法力深厚程度的法术。当初那于子彤就是凭借此术，才能一眼看出我是第6层的吧。不过，其中最难练的，当属这火弹术。此术若能掌握得当，威力也是最为惊人的。81小桥山中，野狼帮居然能打到七玄门了。九魂，我们跑！被你们七玄门压制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！
死网破！小帮主，这七玄门的基业不能毁在我的手上。机关一开，山崩地裂。如若不想鱼死网破，不妨听我一言。王门主，你有何打算呢？停下机关再聊。九万，快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，谭力，好兄弟，就知道门派扭蛋一定会来的，他们已经攻上来了，快去守护掌门！下来吧。啊？哦。竟然是明火属性，而且这形态竟然是玄月辉云。怪不得之前给了你口诀之后，修为提升的那么快，是玄月辉云形态加上明火属性，简直是绝配啊！陈少，我是炎火血脉，什么明火，什么玄月辉云，我听不懂啊。你说的炎火血脉只是凡级血脉，但你实际上是玄月明火，属于稀有血脉，一般血脉师辨认不出来也很正常。玄月明火，陈少，你别逗我了。陈少慧眼如炬。小友，你的的确确是罕见的玄月明火血脉。陈少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东方青会长。这下相信我了吧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敢拿你的前途开玩笑。陈少，我听闻你在这次的学院大考中摘得魁首，特来恭贺。多谢会长。这位想必就是陈少的朋友吧？哎，拥有如此稀有血脉，想必是和陈少一起去血雾圣地的吧？会长太高看我了，我怎么能跟陈少比呢？我连学院大考前10都没进，怎么有资格去血雾圣地呀？陈少亲自带此人前来检测血脉，必定对其极为重视。如果我能帮其争取到进入血雾圣地的机会，也算是卖了陈少一个人情。怎会如此？即使未能进入大考前10，可拥有如此稀有血脉，也应当许以特例。我身为血脉圣地会长，代我向陛下言明此事，并尽力为他争取进入血雾圣地的名额。陈少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劳烦东方青会长。如若东方青会长真能帮林天得到这一机会的话，血脉圣地今后如有需求，秦晨定当义不容辞。陈少言重了，我定会尽力而为。那我便先行一步，前去皇宫觐见陛下，尽早将此事定下来。啊，二位继续，不用送。如果东方青会长真能帮你争取到血雾圣地的名额，对你将大有裨益。
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必须修炼与你血脉属性相契合的功法。如果你只是修炼一般功法的话，算是暴殄天物，修炼成果将与常人无异。可我上哪儿去找跟我血脉契合的功法？我这儿有13种天级功法，你可以挑选一种。陈少，你没发烧啊？还是说修炼走火入魔了？天级功法我大玄国皇宫都没有一本，你身上怎么会有？鬼阴地诀，不行，此法过于邪恶了。冥王宝剑，对经脉的损伤太大。对，万影天经。此功法倒是十分适合林天的体质。对，林天，我现在传授给你万影天经。此法是所有天级功法当中赫赫有名的一种，而且在所有幽冥系功法当中，也算是最强的功法之一。此功法一共有9重，以你的资质，修炼到前6重应该不成问题。能不能修炼到第9重？就看你自己造化了。哦，原来真的是天级功法。陈少，你的恩情，我林天铭记在心。行了。你就别嘴皮了，回去记得好好修炼。好嘞，那谢陈少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得赶快回天心学院了。哎，学院大比都结束了，你还去学院干什么？不是陈少，你难道忘了，今天是炼药师考核的日子？炼药师考核？对啊。哦，我差点忘了。你对炼药师不感兴趣？这样的，丹阁与天仙学院啊有合作，凡是炼药学徒呢都可以参加丹阁的炼药师考核，每年就只有这1次机会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我都报考2年了，可如今快毕业了，还只是一个高级炼药学徒。要是能成为炼药师就好了。这样就能有幸结识丹阁高层，对我家药材生意肯定大有助益。炼药师，如今我修炼进入瓶颈，急需大量丹药。如果能考个炼药师，倒也方便，甚至还能跟丹阁进行一些合作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陈少。陈少，我说我要走了。我跟你一块去吧。啊？不是吧，陈少？哎呀，虽然你是学校大考的头名，但是这炼药跟武道完全是两码事。况且，这个你之前的炼药课也不及格，怎么能考得上嘛？炼药师考核能有什么难的呀？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再晚赶不上了。秦晨，美女，哎，这家伙怎么来了？该不会是来参加炼药师考核的吧？谢谢啊，大哥，秦晨可是连学徒令牌都没有，他凭什么参加考核？这小子又想搞什么花样？有事吗？我们来参加炼药师考核，把学徒令牌给我。哦。你的呢？我没有学徒令牌。没有学徒令牌，那还来参加什么炼药师考核？学徒令牌？去，赶紧一边去！连学徒令牌都没有，还参加考核？好大的威风啊！秦晨，
炼药师考核可不是儿戏，还是按照规定来吧。谁说没有学徒令牌就不能参加炼药师考核的？这还需要规定吗？根据无欲丹塔规定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炼药师考核。炼药学徒不过是各地丹阁私下定的罢了，丹塔根本就没有承认。怎么？难道你还能代表大陆至高的丹塔不成？哟，你小子居然还知道丹塔？不过丹塔是丹塔，在这里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走走走，再不走，我叫人把你们赶出去了。啊，我说，怎么回事？陈木药师，一品炼药师，里面马上就要开始炼药师考核了，你们在外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陈木药师，这个人没有学徒令牌，却非要参加考核，你说他这不是捣乱吗？年轻人，做事不要好高骛远。炼药师考核之前，必须先成为炼药学徒。丹塔规定，所有人都有资格成为炼药师。我看您也是一名一品炼药师，难道连丹塔的宗旨都不懂吗？你放肆！竟敢这么跟陈木药师说话！陈木药师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将这小子赶出去。慢着，丹塔的确有这样一条规矩，但丹塔同样规定，任何人不得亵渎炼药师这个职业。你不是炼药学徒，没关系，但若你连第1关都过不了，那可是重罪啊！你确定要参加？那是自然。那好，王管事，给他报名。哎，拿着，这是你的身份凭证，从那边进就可以了。哼，大哥，这陈木药师怎么会答应让这小子参加考核？我怎么知道？自讨苦吃，这过不了多久啊，肯定会被灰溜溜的赶出来的。哎，陈少，那个人啊叫王安，考了有几10年了，特执着，也算是咱们天心学院的一个名人了吧？能如此坚持，而且有毅力的人，必定不是普通的人。秦晨，你真的有把握？哎呦，连个高级学徒都不是，来这丢人现眼的。各位，大家都是来参加考核的，何必如此针锋相对呢？臭老头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陈少，别理他们。臭老头，让你多嘴！都给我安静！本次炼药师考核共分3轮，第1轮笔试，第2轮随机考核炼药10项操作中的1项，第3轮是真正的炼药师考核。现在开始进行第1轮考核。
能写出分药的13种基本手法，以及每种手法的优缺点。破罗叶的生长习性和药性，它在丹药炼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，并写下3种需要用到破罗叶的丹药，且描述火石矿在炼丹中的作用。陈兄啊，这一次考核的试题出的难度极高，我看这些学徒中啊，很多人要败兴而归了。算他们运气不好，这题是流光大师所出，也不知道这些人里有几个能通过笔试。几位丹阁执事里，流光大师最为严格。我粗略地看了一下，他出的题目极为刁钻，就算是你我作答，一不小心也会掉入圈套。更何况这些新来的学徒了，就看他们运气了。哎，陈兄，那不是你刚刚训斥的那小子吗？就是这小子，你看他在做什么，竟然随意的乱写，真该将他驱逐出去，严厉惩罚。我看不会吧，就算此子写得快了些，也不会故意乱写捣乱吧？这题是流光大师所出，他连个炼药学徒都不是的小子，怎能对答自如？我看倒也是。可惜丹阁有规矩，不能剥夺他的考核资格，要不然早将他赶出去了。我一个字都想不出来。秦晨这个家伙，他怎么一个笔都没听过？哼，那秦晨从未上过炼药课，他能懂什么？怕不是在胡乱写罢了。哼！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只剩最后2道大题了。如果你是一名1品炼药师，同时也是一名地级巅峰武者，在妖祖山脉中寻找药材，忽然前方传来一阵清香，令你浑身毛孔舒张，陶醉万分。排解都发现前方100米的一片灌木丛中，长着一株100年龙涎香，而在你的感知中，方圆数里之内没有一头妖兽，你该怎么做？接下来这道题好像更有意思。你是一名1品炼药师，在妖祖山脉中历练的时候，被白刃毒株伤到了手臂，毒素让你的手臂很快就失去知觉，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朝着你的心脏蔓延。而这个时候你身上又没有解药，最近的城市也在千里之外，该怎么做？确实有意思，这出题人不错呀。这2道题虽然看似很简单，但其实暗藏着很多陷阱。比如这第1题，龙涎香是3阶灵药，任何一名炼药师肯定都很想得到的。聪明的学员可能会写什么先观察一下四周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等等。但其实啊，这些都不对。龙涎香是3阶妖兽幻罗兽最喜欢的灵药，它和幻罗兽几乎是半生存在。100年龙涎香的香味只能传递50米左右，一旦闻到清香，就说明你已经处于幻罗兽的幻境之中。此时必须立刻服用破幻丹，然后转身就跑。至于这第2题，也很有意思。白刃毒株拥有强烈的毒素，一旦被白刃毒株的毒素入侵身体，如果不在极短的时间内解除的话，必死无疑。这道题考核的是炼药师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。毕竟，一名优秀的炼药师难免都会进入到森林或者去到野外，必须胆大心细啊。
大功告成。哼，小子，谁让你站起来的？扰乱考核纪律，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？我已经答完了。答完了？这才不到一半的时间。你出去吧。什么时候开始第2轮考核？交完卷，我们自会批阅。你通过了考核，会通知你的。哎呀！这小子简直太嚣张了！如果让我抓住了他胡乱答题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陈兄，何必跟一个小孩子置气？来，让你我现在就看一下他的卷子，好让他死得明白。我看直接扔到垃圾桶得了。这才过去半个时辰，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哼，就知道他没通过考核。不过就算没写出来，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自暴自弃吧？有什么好看？那小子难道还能写出花来不成？陈兄，你快过来看！啊！第1题答对了，第2题也对，这怎么可能？莫非他刚才作弊了？若他作弊，以你我的感知会发现不了。看看后面的答案，基础题全对。这50道题基本上包含了炼药学的方方面面，即便是你我稍有疏忽，也不可能全部答对。这小子他居然做到了。看看后面流光大师出的题，前面都是一些基础知识，只要死记硬背便可以答得出来。后面的综合题则不同，如果没有丰富的炼药学经验，是肯定答不出来的。百年龙涎香，往往与3阶幻罗兽半生存在，它的香味只能蔓延50米。闻到了100米外的龙涎香香味，说明已经被幻境迷惑，必须拿破幻丹服用，并撤离幻罗兽的幻境范围。这和标准答案是一模一样啊！不对，下面还有，在离开幻境范围后，立刻在附近寻找一种3片紫叶的草药，含在嘴里，可以抵御幻觉的冲击。在有充足的时间找到龙涎香后，安然离去。这后面的答案不在流光大师的标准答案中啊。这3片紫叶的草药，莫非就是3叶紫阳草？它的确可以解除轻微的幻觉，且和龙涎香相距极近，但是除幻的效果甚至不如破幻丹，也不能抵御幻罗兽的精神冲击。再次往返，这岂不是找死啊？明明已经答对了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真是画蛇添足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看下边的白刃毒株这题。在中了毒素后，第一时间撤离，并在附近寻找蛛网草，将其捣碎，并和冰刃上的毒株血液混合，敷在伤口之上。若无法获取，可在附近采摘叶树的嫩叶代替，
在找到毒株的洞穴之后，将其击杀，然后取出毒株妖核，碾碎吞服。这道题他又答错了，正确答案应该是封住痰中、鸠尾、心厥3穴，同时找到蛛网草吞服而下，延缓毒素的蔓延速度。如此，城池远在万里之外也可以治疗。这小子完全搞错了方向，死记硬背，答对了前面的基础题。轮到真才实学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不过是纸上谈兵。唉，不过如此而已呀。考试结束，考生退场。老天爷啊！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怎么这么难？这次不行，下次努力呗。清晨，试卷考得怎么样？看来这次真没什么希望了。还好，还好。这道题也能答错，这还不如那小子呢。唉，这批考生的素养也实在是太差了。虽然提出的难了些，但也不至于这样啊。陈默，莫阳城，流光大师，经过第1轮的考核，通过了多少人呢？玉道大师，您出的题，能有几个通过的？我出题虽然有些刁钻，但只需要细心分析，任何1品的炼药师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。若这样都能出错，让他们通过考核，只会是我们丹阁的耻辱。炼药师除了实力之外，必须要细心，一旦出现差错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我来看看。你看这个，连洋菊草和洋菊花都分不清楚，一个是清心润肺的药物，一个却是剧毒之物。若是让这样的人通过了考核，以后炼制丹药的时候出错，该追究谁的责任呢？再看这个，余罪果的提炼要用到6种手法，他却只写下5个，偏偏漏到了最重要的一个。药效都提炼不出来，怎么炼丹呢？这个70分，貌似成绩不错嘛。基础题居然全对了。这是一个狂妄的小子写的，连炼药学徒都不是，居然也想考1品炼药师。若不是丹阁有规定，早将他赶出去了。不过是靠死记硬背答对了一些基础题，后边的题写的狗屁不通。哦，那我倒要看看。这个是妙啊！居然想到了用3叶紫阳草来抵御幻罗兽的攻击，成功采摘到了龙涎香，既脱离了危险，又取得了龙涎香，一举两得，实在是妙啊！这……可3叶紫阳草不是只能解除轻微幻觉吗？你懂什么？3叶紫阳草的功效确实是破除轻微的幻觉，功效不及破幻丹的1/5，但它若和破幻丹结合到一起，能让破幻丹的功效提高1倍以上，完全可以抵御幻罗兽的攻击呀！哎，莫非他这道题是答对了？何止是对呀，
而是比我给出的答案更胜一筹。再看下一个，妙啊！用蛛网草和白刃毒株的血液混合，或者是用叶树的嫩叶取替，涂抹在伤口，再去击杀白刃毒株。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呀？哎呀，你看这，刘大师，他这道题也答对了，简直是完美呀！这，白刃毒株的血液同样含有剧毒，但蛛网草和白刃毒株的血液中的毒素可以产生反应，涂抹在伤口之上，能暂时的免疫数个时辰白刃毒株毒素，恢复行动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叶树的树叶同样具有相同的功效，只是时间略短而已啊。可即便如此，体内的毒素还是没有解除啊！而且吞服毒株的妖核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你懂个屁呀你！白刃毒株最强的便是它的剧毒，只要短时间内对它的毒素产生免疫，哪怕是人级的武者都能将其击杀。同时，蛛网草和毒株的妖核同服，能彻底消除残留在体内的毒素。如此一来，非但毒素全清，亦能击杀毒株，得到它身上的材料，比我给出的答案好了10倍不止啊！哎呀，这，你们居然给得了0分，猪脑子吗？